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1月27号，比特币价格还在$23,000附近徘徊。不然今天视频来跟朋友们聊一下，15K 或者是16K，我们有抄底做对的多单，那短线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？因为很多朋友也是在探讨，大陆的 A 股马上也要开盘了，资金会不会回流大陆的股市，或者是这一个 KD 指标，上一次是跟大家讲，它半年多从来都没有穿过80上方，特别是这一条黄色的线。从来都没有啊，这几个位置根本就没有穿过80上方。上一次在这个位置穿的时候，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给我抱住，事隔半年多，这一根爆到现在23000。那获利丰厚的情况下，到底短线要不要做平仓的动作？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些知识点。你哪一个位置破，你可以先平一部分，但是我长线的观点是这样子，底部的筹码就类似昨天跟大家讲。几年下来可能都很难炒到一次，你长线的多单一定要给我实抱住哦。昨天是有跟大家讲，这3个月的底部区间，2个月哦，是怎么熬过来的？现在空间上来的话，你担心它有这点回撤，你心态就受不了吗？不要在乎这么短的一个利润，我等下再来跟大家讲一下，像它这种穿80。一般第一次破80的时候，时差还是会有买点的。历史上的经验，概率是在70%左右，有可能时差下去，还会再上去。那等下来跟大家讲，如果它真的下去的时候，哪一个位置有可能还会有买点？包括2只大金鱼目前也是没有卖。那今天晚上美国会有一个物价指数要公布，经济数据披露的时间窗口，主力金鱼到底会不会在做动作，以及狗狗币或者是以太坊，前2天有做对的多单，防守要怎么来设？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， 也可以我们邀请爹注册 BROK 返佣20%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价格。它这个位置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，现在连这一条黄色的线感觉也要回到80下方，但是我们细心去观察一下它的价格的形态，它有这样子很强烈的下跌来破这个80吗？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目前其实还是在区间震荡，已经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，可能要震荡一段时间，到时候看会不会去挑战25000，甚至去28000。现在其实它是被动在横向震荡，就类似这几天讲的，你不要去追高，有可能在横向震荡。那现在它破80，其实不是很弱的，就是破80，类似2021年7月份这一个区间，它在这个位置拉高以后是跌下来破这个80，所以一般以往的经验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。指标如果来到80上方，它第一次破80时差的时候也是买点啊，包括这个位置历史最高点的 69K， 前面我们可以观察一下，这边是不是也是穿过80上方，来到接近66000左右啊，后面它破80，时差是不是也是买点？这种低档的位置是不是也是买点？它还会有高点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按以往的历史经验，我们可以再找几个案例啊，你可以看一下牛市的期间。这个位置是不是穿过80上方，然后第一次破80时差下来，这种低档的位置是不是也是买点？它还会有高点，甚至这个位置再穿过80，破80时差下去，是不是这些位置都是买点？上去还会有高点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概率是很高啊。现在有可能破80，你短线担心的朋友要不要平？我这2天也是跟大家讲，这一波它的上升走势是沿着10天的均线。不断的往上进攻，那不排除这一次如果破10均的位置，担心的朋友你可以在这个位置平掉一部分，但是长线的仓位我是不准备平哦。底部2个月都熬过来了，还有没有可能有更高点？因为如果看这个底部的区间是2个月，那如果看这整个大长线都超过半年以上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有可能这个位置短线横向震荡，就类似之前的几个位置啊。比如说疫情20年3月份，当时底部触底以后，它上去拉上来也是相对比较陡，后面是在这一个区间里面横向震荡。那我们在15K、16K 的底部都横了2个月，都能承受过来，有没有可能它类似这个位置啊？就是20年的5月份到整个8月份，它是在这边横上去，还会继续横了接近有半年，其实这个区间横了几个月，然后这个区间也是横了几个月，后面大三浪就是在这个位置，
到时候看有没有这种行情的时候，要不要把倍数给我拉上来？还是一样啊，我们尽量观察一下，它这个位置目前是被动的强势震荡，会不会下去？也没有看到大跌的迹象，有大跌是最好，因为很多没上车的朋友确实是最近也是在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再上去，但是我的观点是它有可能还是在震荡，你要有一点耐心啊。包括最近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一个恐慌跟贪婪指数，最近数值是有一点高。贪婪是接近55的一个数值啊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有高点不要追，你尽量在观察有没有压回。那压回的点位我们要怎么来判断？前几天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几个黄金比例的切割位，从这一个低点拉到这个高点，黄金比例回撤的 0.38， 有没有可能在21,000美金附近？不过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，4个小时你去观察一下有没有回撤的位置，比如说这一个 Vegas 其实它现在在横盘的结构，我们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这个矩形，朋友们如果担心它会下去，我的观点是你去观察这一根 K 线不是有上影线，上影线的 K 线，那这一个低点的位置其实也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你去观察一下22,700美金短线超短线啊，看不要破，如果破的话有没有可能？因为这个位置也是很接近这一根空方吞噬4个小时里面这一个低档的位置，就这个位置啊，我们观察一下，就这个低点，如果破的话，有没有可能去回撤4个小时144的通道？大约它每天会以一定的速度往上移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如果真的有压回到21,000或者是20,600美金附近，这个位置也是有很强的一片支撑区，因为也是前面这一个整理的区间是很强的一片支撑区。另外看1个小时。它这个20,600也是很接近，就是这个区间，1个小时里面的这个576跟676的通道，下一步也会慢慢来到21,000美金附近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手上如果是没有仓位的朋友，你去观察一下它还有没有压回啊？确实现在短线是涨幅有一点高，让我去追的话，我也追不下手。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最近金鱼的一些动态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排名在62名的这一只金鱼，上一次在4号它买了13,800多枚的比特币，目前还没卖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65名到66名、67名的这几只金鱼，最近好像也是有在做买入这个比特币的动作，特别是排名在66名的这一个金鱼的地址，几天前朋友也是在聊。最近好像是转移了12,560枚的比特币到这一个钱包，是从来都没有过这一个比特币啊，是第一次转了12,000多枚。我的观点是不排除它有没有可能是之前买的，还是说最近刚刚买的，也是不排除。因为相对69,000或者是未来的10万或者100万的比特币，现在其实才23,000多。我的观点是底部起来只涨了30%，有可能也是有人在买。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是之前买的，然后最近转移到这个钱包。然后67名的目前还是没有卖哦。我等下会把这一个链接地址放在视频的简介区啊，因为有发现有些朋友不知道这个地址，所以我的观点是，很多金鱼也是没有看到卖出的动作。那我的观点是，要卖你要做卖出也可以啊。刚刚是有一点破了这一个支撑位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4个小时。4个小时这个支撑好像有一点破了，你去观察一下它收盘会不会破。如果是收盘有效跌破这个位置，当然也不排除有可能还是在区间震荡。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要去留意一下，还有一组数据啊，就是美国的 PCE 物价指数，上一次公布的数值是在 5.5， 那今天晚上预测值是在5的一个数值，会不会低于这个数值，有可能才会是一个利好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也不排除目前的位置震荡，它是不是为了今天晚上会不会有大局的波动，有可能也是这样子。不过我的观点还是一样，整个中线估计在这个位置要震荡一段时间。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狗狗币，前2天是有买了一部分，目前的仓位可能刚刚已经是把我的一个防守位给破了。我想跟大家讲，就是这个 N 型，你去观察一下这个位置，因为前几天是在这个低点买的。当然这几天高点也是没买，本来是看能不能继续爆不出来，那现在有一个跌破，你去观察一下，就这个防守位，这个高点的防守位如果破的话，我的观点是你防守的这个位置要给我设好。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
整个日线的图形它其实还是一样，这个时间还是要拉长。你就再观察一下，如果是再接近这一个下沿的位置，我是选择看要不要继续做多。如果它要再破到这个位置，可能要选择继续买。那我们观察一下这个时间会不会也复制这一个时间？时间目前是没有复制到位啊，因为空间是复制到位，但是上方的这个矩形的时间有没有可能复制这一个矩形的时间？我们可以拉过去嘛，就类似这个位置的某一个时间点，也可以这样子来观察。然后压力位就是跟大家讲的，上方的这一个压力位也是有一个压力区啊。另外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以太坊前几天不是在1500附近的这几个低点位置，也是跟朋友们建议你看一下有没有买点。但是最近你如果要短线的话，也可以做高抛低吸啊。它目前的通道是沿着20的均线，看会不会来建构。现在感觉还有一点空间啊，或者是你等一等，如果是短线还有压回这个低点的位置，我的观点是也可以选择继续做的，因为毕竟现在趋势就是往上，它有可能是前面的这个位置，因为这个压力区1700、1600附近过不去，还有这个位置，主要就是这一个区间横到前面的这一个区间，两个区间可能时间拉长震荡一下，到时候看会不会去挑战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